就在不久前，一位在欧美灵媒圈赫赫有名的通灵师独自坐在工作室里，桌上摊着一张世界地图。他关上灯，深吸一口气，双手缓缓悬在地图上方来回移动，闭上眼睛。据他自己描述，那一刻他并不是在看地图，而是在凝视能量的流动，凝视这颗蓝星上每一块土地正在发出的微弱讯号。随着他的手指渐渐停下，慢慢睁开眼睛，神色凝重，然后说出那句让中文观众倒抽一口气的话：5月，中国要小心，特别是北京。这个人叫做约瑟夫·提特尔，业内都叫他灵媒男 JT。在华语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在英语灵异圈，这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今天我们不只要聊他这次的预言，更要翻出他过去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命中记录，看看他针对中国发出的这个警告到底有多少分量。同时，我们也会结合帕克、阿南德以及88万家近期针对2026年中国局势的判断，把这几条看起来各自独立的线索摆在一起，看看为什么这些原本互不认识的预言家这次居然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时间点。请大家泡好茶，这一集会比平常更精彩，也许会彻底改变你看待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方式。先从这位通灵师的背景开始说起。1970年代出生于美国宾州的提特尔，从小就有奇特能力。他自己回忆，3岁那年第一次告诉妈妈家里墙角站着一位不认识的爷爷，妈妈吓得脸色发白，因为那位爷爷去世已经很多年了。10几岁时，一位来镇上演讲的灵媒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孩子，你身上有一份礼物，将来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名字。从那天起，提特尔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感知能力，19岁就以付费通灵师身份开业，到现在已经做了将近30年。他在欧美累积的成绩单其实非常惊人。2009年于加拿大电视台公开预言，巨星迈克·杰克森将会在年内离世。5个月后，这位流行天王果然骤逝，全球震惊。2011年初，他又预言，未来几个月内日本将遭遇毁灭性地震与海啸。2个月后，311大地震发生，福岛核电厂崩坏，整个太平洋板块为之震动。除了这2个让他一战成名的命中之外，他过去这些年还陆续预言过好几起让人记忆深刻的事件。例如，他曾在2016年初公开预言，当年美国大选会出现一个让主流媒体跌破眼镜的结果。当时所有民调都压在另一边，他却反复强调，能量场上的那位是穿红色领带的男人。后来川普确实当选，他也预言过2019年底会出现一场从亚洲开始迅速蔓延全球的健康危机，并且这场危机会彻底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甚至国境的概念。现在回头看，那当然就是新冠疫情。他还预言过多次自然灾害，包括加州大火、土耳其大地震、东非旱灾、日本9州的火山活动等等。命中率高到让怀疑论者也不得不重新看待这套方法。当然他也有失误的时候，但他自己反而会主动把失误公开，每年年底做一次年度检讨。这种坦然的态度反而为他累积了大量铁粉。那么这次他用的这套方法到底是什么？英文叫做 Map Scrying， 中文勉强可以翻成地图凝视，更贴近一般观众的讲法就是地图占卜。它不是茅山道法，也不是塔罗，它的原理讲白了就是把意念当成探测棒。提特尔自己解释过，当他把整张世界地图展开在面前，闭眼进入冥想状态后，会尝试让自己的能量场与大地连结。这时双手在地图上方缓慢移动，会在某些区域感受到强烈的拉扯感，有时是一阵冰凉，有时是针刺，有时是脑海中突然冒出某个画面，这些就是他标记为高关注区的地方。当他做完整轮扫描后，再请他的指导灵，也就是英文里所谓的 Spirit Guides， 补充更多细节，比如那块区域究竟是地震、暴雨、火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听起来玄之又玄，但他每年都会这样做一次年度大预言，每个月又会做一次当月地图扫描，几年累积下来，命中率高的让很多原本不信这套的人也开始追踪他的频道。地图占卜本身并不是提特尔发明的，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西方灵视传统，据说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占星师约翰·迪伊。迪伊据说会把双手悬在地图上方感受能量，
在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汇报哪些海域可以航行，哪些土地可以开拓。后来这套方法在欧洲一直被秘密传承，到了20世纪，美国睡梦预言家爱德加·凯西也用过类似技巧。他更厉害，是在睡梦中灵魂出窍，飞到所谓的阿卡西记录大厅阅读资料。提特尔这套地图占卜算是现代版本，技术上更直白，也更易于展示给观众看。他的影片画面通常就是摄影机拍着一张大地图，他的双手在上面移动，观众可以亲眼看到他在哪个位置停下，表情怎么变化，有没有突然倒吸一口气的瞬间。这种透明度本身就是说服力。2026年5月，这次他做完地图占卜后，神色凝重到几乎不像他平时那种嬉笑风格。他在影片中明确指出，地图上有好几块区域强烈拉扯他的双手，其中亚洲方向，从日本到菲律宾海，再顺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一路向西延伸进中国大陆，能量都异常强烈。他特别停在中国这块，手指反复在地图上移动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这里有大事，不止一件，是一连串。他点名最关键的一个区域，正是华北平原一带，顺着手指落下的位置看，那就是北京周边。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一种叠加的能量风暴，地下有活动，地上有骚动，空中有东西在飘，社会层面也有东西在闷烧。这种多层次的描述让很多看过影片的观众留言说，第一次觉得不寒而栗。当然，懂行的朋友会问，他到底有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我整理了一下他公开放出的讯息，加上他在会员频道、订阅者社群中陆续补充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成5个面向。第一是地壳活动，他感觉到华北板块周边有一条原本平静的断层正在重新蓄能，并且这股能量会在5月到6月之间找到出口，未必是毁天灭地的大震，但很可能会有让城市里所有人手机警报同时响起的那种有感地震，并且不会只发生一次。要知道，华北平原并不是地震活动稀少的地方，恰恰相反，这里分布着坛炉断裂带、燕山断裂带、太行山前断裂带等多条重要构造带。历史上唐山大地震、邢台大地震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北京本身也并不是免疫的。明清以来，北京有记载的有感地震超过100次，只是大多数震级不大，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提特尔感受到的重新蓄能未必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很可能是一个提醒大家这片土地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安稳。第二是极端天气，他看到的画面是大片乌云在华北上空盘旋很久不散，并伴随某种异常的干燥与高热。提特尔形容那种感觉像是大地被反复烘烤，又突然被一桶水浇下去，这通常意味着从干旱直接切换到爆红的剧烈转换。这种天气模式其实在过去几年的华北已经越来越常见。2023年，北京周边的特大暴雨导致多座水库达到极限，下游低洼地区严重淹水。2024到2025年的春季又出现几次罕见沙尘暴，能见度一度低于50公尺，整个首都被一层橘红色的尘霾笼罩。提特尔感受到的能量可能就是这种波动的延续和放大。气象学家会告诉你，这背后是全球气候系统失衡的结果，但对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来说，感受到的就是天气越来越像摸不准脾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第三个面向比较让人在意，他用的词是人潮的躁动。他描述自己在凝视北京这块区域时，脑海中浮现大量人影在某个广场、街道上聚集移动，画面有点模糊，但情绪非常清晰，是一种混合了愤怒、焦虑、绝望和无处可去的能量。他并没有把这个画面解读为一场大规模事件，而是反复强调，这只是一种压力锅临界点的讯号。换句话说，锅还没爆，但锅盖在抖。要理解这个画面为什么让他忧心，必须先理解过去几年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房地产市场从2021年开始持续下行，不少家庭的主要资产严重缩水。30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正在发出异常的声响，许多人发现自己努力一辈子买的房子不止跌价，甚至连卖都卖不出去。这些压力叠加在一起，像水库的水位一点一滴往上涨，
水面看起来还很平静，水下却早已暗流汹涌。提特尔感受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水位即将碰到警戒线的能量讯号。第四是经济层面，他说在地图上看到中国这一块不断有东西在往外漏，像是水从一个杯子的裂缝不断流出，他直觉解读为资本、人才、订单3个层面都在持续流失。这个趋势从2024年下半年就开始，但会在2026年5月到第3季之间进入一个关键节点，可能会出现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比如某家大型企业突然倒下，某个原本看似永远不会走的人突然离开。资本流出这件事，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悄悄发生。香港的资本流向新加坡和杜拜，内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大量申请日本经营管理签证、葡萄牙黄金签证、加拿大投资移民，人才流失更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硕博士选择留在海外，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把孩子送到泰国、马来西亚甚至匈牙利读书。订单流失的部分，越南、印度、墨西哥这几年承接了大量原本属于中国的制造业订单，这也是公开资讯。提特尔用水从杯子裂缝流出来形容，画面感非常强烈。因为当你看到杯子在漏水，你会以为只要换个杯子就好，但他点出的关键是，问题不在杯子，而在于整个放杯子的桌面正在倾斜。第五是高层动荡，他说感觉到中南海这个方位上空有黑色的漩涡，意思是权力中心内部正在发生看不见的调整与摩擦，并且这种摩擦不会在5月结束，反而是从5月开始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最近1-2年，关于高层健康状况、派系角力、军中清洗的传言从来没有停止过。每一次主要会议召开的前后，海外中文社群都会冒出大量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有的后来被证明是空穴来风，但也有些事后看来确实对应到了某些人事变动。提特尔的黑色漩涡说法并没有点名任何人，但他特别强调这种漩涡的能量是向内收缩的，意思是不会以对外发动冲突的方式释放，而是会以内部清算、内部洗牌的方式释放。这个观察对我们判断接下来几个月的局势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紧张可能会以一种我们不容易直接看到的方式进行，但它一定会在某些细节上露出来，比如某个人突然不出现在镜头前，某个机构突然调整职能，某个城市突然开始严格管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叠在一起讲吗？任何一条对得上都算命中，这也太狡猾了吧。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当我把提特尔的这份5月地图占卜清单跟其他几位重量级预言家的近期判断摊在一起，居然意外地发现他们讲的东西高度重叠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程度。先说帕克，在2025年年底，他就把2026年定性为一个转折之年，并指出中国这条东方巨龙会在2026年下半年走入碎裂前的最后一段路。他特别提到2026年的春末夏初是一个关键窗口，会有一连串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同时冒出来，内政、外交、经济、健康都会有讯号。他形容这个过程像是一条快要崩断的橡皮筋，从外表看不出裂痕，但内部纤维一根一根在断掉。请注意，5月正好就在这个窗口的正中央。帕克更早之前还做过一个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判断，他说从2025年年底开始，一直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的国家会卷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未必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飞弹满天飞的核战，而可能是贸易战、网络战，甚至生物战。他还说，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国家受损最严重，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重启。虽然他没有明确点名是哪个国家，但结合他过去对中国的多次判断，许多研究者都把这段话和大陆联系在一起。再来看阿南德，他在最近一轮2026年大预言中，把中国列为4个高风险国家之一，明确说中国将迎来重大问题，并提出3个必须警惕的时间段，其中4月下半月正是第一个。他用的是占星学的角度，讲的是行星合冲对应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当这些影响从4月延续到5月，会在亚洲东部形成一个能量压力区。他甚至直接点名
2026年是中国400年来最关键的一年。这个说法在中文社群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因为400年前刚好就是明清之际那段腥风血雨，那段历史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全面崩溃和另一个政权的崛起。阿南德的判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不只看天象，他还会结合奶牛吉尔吉拉的占卜传统，这是印度古老的一种神圣仪式。他相信这头圣牛能感知地球能量场的微妙变化。当阿南德把行星位置和圣牛感应结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居然和提特尔、帕克高度一致，这就有意思了。第3位是巴巴万加。盲眼龙婆对2026年的整体判断非常阴沉，他认为这一年地球将迎来多重灾难叠加，火山、地震、极端天气不会是单独出现，而是绑在一起出现。他特别强调2026年将有一场卷入主要强权的大规模冲突，这场冲突会横跨多个大陆，并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其中一个被广为流传的版本提到大陆将接管台湾，但更多研究者指出，巴巴万加并没有明确说接管这个词，原始预言更接近于亚洲东部的2块华语土地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无论哪个版本，2026年都被他视为极端关键的一年。他还预言过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他说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地外文明取得接触，一艘巨型太空船会进入地球大气层。听起来很离谱，但要知道，这位盲眼老婆婆过去几十年命中过的事情，包括911恐攻、车诺比核灾、戴安娜王妃车祸、新冠疫情，每一次都让世人重新审视她的预言。把这3位的预言再加上提特尔这次的5月地图占卜，你会发现一件事，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地下有东西，地上有东西，天上有东西，社会有东西，最高层有东西。一个预言家这么讲，你可以说是巧合；2个这么讲，你可以说是同行抄作业。但4个彼此没有任何沟通管道，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方法的预言家同时指向同一个目标，这种几率是非常低的，低到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如果你还记得历史上那些重大事件，诸如苏联解体前的那2年，中东巨变前的那一段时间，新冠爆发前的2019年下半年，几乎都会出现这种多元同步的预言聚集现象，仿佛宇宙本身在用各种频道对少数能听到的人发出讯号。那么这些预言对应到现实，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最近这半年看一看。从2025年下半年起，中国境内的异象就明显增多，北方天空多次出现幻日，有时2个太阳，有时3个甚至4个。很多老一辈看到后直摇头，因为这在传统文化里被视为非常严重的天象。史书记载，夏朝亡国之前正是2个太阳挂在天上。荆州战有云：2日以上出，天下有灾，夏以2日亡。除此之外，多地出现大规模降冰雹，鸡蛋大小的冰块砸碎汽车挡风玻璃。华北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异常下降，有水井一夜之间见底。河北、辽宁连续出现赊刀人的传闻，那些神秘的老人挑着扁担走进村庄，把刀放下，说一句3年后再来收钱，3年后就是现在。赊刀人是中国民间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的刀只赊不卖，卖完不收钱，等到他们的某个预言应验的那一天才会回来收账。历史上记载过好几次赊刀人的事迹，每一次预言基本上都对上了。光绪年间有赊刀人说，等到米粮便宜的像泥土一样的时候我就回来，当时很多人嘲笑他，结果几十年后民国年间米价真的崩盘。最近这一轮赊刀人在辽宁承德、河北几个县镇陆续出现，他们留下的话几乎都指向同一个年份，3年后，也就是2026年。当时拍下他们的人并没有当回事，现在回头看，背后浮起的问题是，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讯息？为什么几十个赊刀人在不同省份却指向同一个时间点？更不要说2026年农历是丙午年，民间流传的赤马红羊年正式启动。这个说法历史悠久，所谓赤马红羊节指的就是丙午丁未这2个年头，每60年一轮，每一轮几乎都伴随着巨大的时代转折。上一轮丙午年是哪一年？是1966年，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相信很多老一辈朋友光是听到年份2个字就会皱眉。那是中国大陆文革启动的那一年，整个社会被翻了个底朝天。再往前一轮，1906年，清王朝的根基在那一年被彻底动摇。5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再往前一轮，1846年前后，鸦片战争刚结束，太平天国正在酝酿，整个中国从此进入长达1个世纪的动荡。再往前推一轮，1786年乾隆晚年，朝政开始腐败。1726年，雍正铁血整肃功臣。1666年，明清易代后第一场大规模屠杀。每一轮丙午年都不是平凡之年，这是写在中国历史里的，不需要任何预言家来告诉我们。那么2026年的丙午年会是什么样子呢？提特尔的地图占卜给出的讯号和传统文化的讯号高度吻合，内部不稳，外部有事，天有异象，地有骚动。这不是巧合，这是某种更深层的节奏在敲响鼓点。除了赤马红羊节，还有更多中国古代预言指向2026年。刘伯温的推背图有云：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这几年就是2022虎年到2025蛇年，过了这几年，下一年就是2026。唐朝黄檗禅师诗也提到，当朝国运刚到金蛇运以中，金蛇就是金生肖的蛇年，也就是2025。那么下一年就是改朝换代之年。诺查丹马斯的第8卷第77首诗也常被解读为对2026年的预言。反基督很快消除了那3个，他的战争将持续27年。不相信他的人被杀、被抓、被放逐，血、尸体、大水和红色的雹覆盖了大地。这几首古老的诗，每一首单独看都有解读空间，但当他们和现代预言家的判断叠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指向的时间段惊人地一致。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北京。为什么这座城市在这次地图占卜中被特别点名？提特尔自己的说法是，他在地图上感受到的能量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中国，而是集中在几个能量节点上。北京是其中能量最强、最复杂、最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不难理解，这座城市同时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人口聚集中心、经济枢纽中心，也是无数重大决策的源头。任何在这里发生的事，都会像扔进池塘的石头，激起远超城市本身的涟漪。提特尔形容那种能量是一个正在自我加压的锅，锅里的水并不热到沸腾，但锅盖已经被顶起。最危险的不是锅盖飞走，而是锅盖被人死死压住，导致整个锅从内部炸开。这个比喻听起来相当有画面感，也让很多在大陆生活的观众留言说，最近半年确实感觉到一种说不清楚的紧绷。从风水的角度看，北京这座城市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它背靠燕山，面对华北平原，北侧有军都山把寒气挡住，南侧通过大运河与江南相连。整个城市的设计从元大都开始就遵循严格的中轴线原则，南北中轴从永定门一路到钟鼓楼，全长 7.8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中轴线之一。风水师会告诉你，这条中轴线本身就是一条巨大的能量通道。当这条通道畅通的时候，整座城市的气运是平稳的。当这条通道被打断或者被扰乱，气运就会出问题。过去几十年，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旧城墙被拆了，胡同被一条一条的铲平，地铁在地下密密麻麻的穿梭。这些动作从现代化角度看当然是进步，但从传统风水角度看，是一种对城市原始能量场的持续干扰。提特尔感受到的自我加压的锅，可能就是这种干扰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反作用力。具体到5月，提特尔点出几个值得特别留意的方向。第一个是天气相关，他预期北京及周边会出现极端波动，可能是剧烈高温之后突然转冷，或者是长时间闷热之后突然爆发强对流，沙尘与雷暴可能在同一周内接连登场。第二个是空中与航空，他特别提到看到飞机相关的不安画面，可能是航班大规模延误，空管系统出现异常，也可能是某个空中事件让全国上下集中关注。他并没有把这个解读为坠机，而是更倾向于某种影响飞航的突发事件。第三个是水，他说地图凝视时看到一种湿气聚集的感觉，配上脑海中的画面，更像是某条河流或某个水库出现异常。
比如水位异常上升、水质出现问题，或者管理层面突然出现新政。北京周边有官厅、密云、13陵这些重要水体，这些地方在5月到夏初本来就是雨季前的关键时刻，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被放大。第4个方向更微妙，是人事。提特尔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无预警的告别。他说自己看到的画面是一个重要的位子突然空了出来，原本坐着的人不见了，画面非常模糊，他不敢断定是谁，但他感觉那是个必须坐在桌边才能维持平衡的人。这句话被中文社群解读出非常多的版本，有人说是某位高层健康出状况，有人说是某位企业家突然出事，也有人说只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某个机构突然撤换领导。提特尔自己反复强调，他不点名，因为灵视到的不是文字，而是感受。他宁可保留模糊空间，也不要为了流量胡乱指认。这种态度反而让他的预言更可信。历史上类似的无预警告别并不少见，苏联时期的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都是在权力正盛时突然辞世。这些事件每一次都引发整个体系的剧烈调整。提特尔感受到的能量场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变化在前夕发出的提前讯号。第5个方向是经济与民生。提特尔并没有用财经术语，而是用了很简单的画面。他说看到很多人排队，有的在银行门口，有的在某个窗口前，有的在搬东西。这些画面在他看来是一种大规模情绪释放的讯号，可能是挤兑，可能是抢购，可能是离开，可能是抗议。他没有把它定义为某一种事件，而是把它定义为一种人们开始用脚投票的能量峰值。北京这座城市过去10几年的人口流动本来就一直在悄悄变化。2022年清零后外资加速撤离，2024到2025年中产阶级移民潮持续发酵，到了2026年5月，这个趋势可能会进入一个让人记住的时刻。让我们不要忘了，新青安贷款违约风波在台湾已经有过先兆，而大陆这边的房贷违约、烂尾楼问题积累已久，许多本来指望靠房地产退休的家庭，正在经历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这种民生层面的压力，最终都会在某些公开可见的场景下爆发出来。提特尔看到的排队画面，可能就是这种爆发的预演。我还想多说一个面向，提特尔在影片补充环节提到的一个画面非常奇特。他说自己在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是一张突然关闭的大门，门后传来一阵欢呼，又是一阵抽泣。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这个画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保留地说，可能是某个重要的官方机构突然关闭，可能是某个大型活动被临时取消，也可能是某个重要的宗教场所被改变用途。但他特别强调，这扇门关上之后不会再打开，至少不会以原来的样子打开。听到这段，许多熟悉中国近年宗教政策、社会控制收紧趋势的观众都觉得这个画面有点熟悉。最近几年，从教堂到清真寺，从佛寺到道观，许多地方的宗教活动空间都在持续收窄。这种趋势如果在5月有什么新的进展，那很可能就是提特尔感受到的那扇门。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提特尔在地图上把手指停在北京的时候，曾经短暂脱口而出一个英文词，叫做 echo chamber 回音室。他说自己感受到一股奇怪的能量，像是同一个声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被反复放大，越放越大，最后超越了空间本身的承载极限。他自己也在思考这个画面的含义。在西方传播学里，回音室效应指的是当一群人只听得到自己想听的声音，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提特尔感受到的这个能量，可能是描述某种讯息环境的失衡。当一个系统内部只能听到单一声音，外部的真实讯号就会被切断，最终的后果往往是判断失误、决策失准，甚至演变成大规模误判。对熟悉中国舆论场演变的人来说，这个画面似曾相识。过去10年，中国的讯息环境经历了非常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在2026年5月引发什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北京的能量场，还有一个从风水古学角度看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中国风水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地脉，指的是大地内部的能量通道。这些通道从地球深处延伸到地表，在某些特定的位置汇聚成节点。这些节点在中国叫做龙脉穴位。
北京这座城市恰好坐落在所谓的昆仑龙脉中段的一个重要节点上，这个节点的能量自古就被认为非常活跃，既能滋养王朝，又能反噬王朝。明清以来，北京见证了3次大型的政权更迭，每一次都伴随着强烈的能量释放。当代中国风水学者中，有不少人认为2020年代是龙脉节点的再充能期，这段时间能量会异常活跃，最危险的点位就在2026到2028之间。这种说法当然带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但它和现代预言家的判断时间点高度吻合，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提特尔的指导灵在这次地图占卜结束后，还给了他一段相对隐晦的讯息。他在影片中复述这段话的时候，刻意放慢了语速，显得有点不太愿意说，但又觉得有必要说。他说，他的指导灵告诉他，5月不只是一个月份，5月是一道门。意思是有些事情如果在5月之前没有发生，可能就会被推迟，但如果在5月之内被触发，那就会像打开的闸门，后面的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个比喻的关键字是闸门，提特尔自己解读，这意味着2026年5月可能是一个分界点，事件的走向会在这个月被决定，之后就无法回头。他特别提醒观众，5月不要忽视任何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讯号，因为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从一个微小的触发点开始的。苏联解体前最早的讯号是波罗的海3国的人链活动，看起来只是一个民间运动，但它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柏林围墙倒塌的最直接原因是东德新闻官员在记者会上的一句口误，这个口误让所有人冲向了边境，整个体系一夜之间崩塌。提特尔说，5月可能会出现类似性质的微触发事件，看起来不大，但能量场上其实非常强。说到这里，必须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那就是预言家们讲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而是能量已经就位。能量就位之后，会不会真的炸开，取决于非常多变数，包括领导者的决策、民众的觉醒、外部世界的反应，甚至是天气这种看似无关的因素。提特尔自己一再强调，他做预言的目的不是吓人，而是让人提前准备。他甚至引用过一个说法，预言被讲出来的那一刻，它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因为人会因为知道它而改变行为，行为改变了，未来就会被重写。这种观点和阿南德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阿南德也常说，占星学的目的是预防，是让人从心理上做好准备。当人准备好了，事件的冲击就会被削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预言家会反复把讯息公开，他们不是在赌命中率，他们是在尝试改变未来。那么对普通人来说，5月到底要做哪些准备？我整理了一份小清单给大家做参考。第一，对天气变化保持警觉，极端高温和暴雨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轮替，居家、出行都要预留应变空间，特别是住在老旧社区、地势较低区域的朋友，雨季来临前先检查一下排水管路。第二，重要证件、现金、药品这些基础物资可以稍微备足一点，这不是让你恐慌，是合理的家庭安全准备，平时就该做的事。现金最好分散保管，不要全部存在同一张卡里。第三，不要把所有资产集中在一个篮子里，这条建议不分中港台还是海外，永远都成立。2026年只是让它显得更重要而已。黄金、外币、实体资产适当配置，鸡蛋分篮放的道理大家都懂，但真的去做的人并不多。第四，少看会让你情绪崩溃的内容，多看能让你冷静的内容。因为当人们的情绪场集体不稳定的时候，个人能保持镇定就是最大的竞争力。第五，跟家人保持密切联络，特别是住在大城市的长辈。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大家都很疲惫，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要忘了回家吃饭。对台湾的朋友，我也想多说两句。虽然提特尔这次的地图占卜主要点名的是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但两岸关系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话题。当对岸发生大事，台湾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无论是经济层面、安全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会受到冲击。台湾的朋友该做的，不是焦虑，也不是看热闹，而是把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人安排好。在不确定的时代，
最坚强的堡垒就是稳固的家庭关系和清醒的个人能力。如果你已经做好这些，那么无论外面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你都站得住。提特尔在这次地图占卜的时候，双手也曾经短暂停留在台湾这块区域上，但他描述的能量是警觉，而非危险。意思是台湾可能会被波及到一些讯息层面、心理层面的冲击，但本身不会是震央。这对台湾观众来说算是一个比较让人放心的判断。对住在海外的中文观众，这个提醒同样适用。许多人这几年陆续移居到日本、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把家人安顿好之后，常常会反过来担心留在大陆的亲戚朋友。这种担心是人之常情，但要知道你能做的事其实有限，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联络，维持渠道畅通，并且在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能伸出一只手。预言不是让你害怕的工具，预言是让你提前打开那扇门的钥匙。还有一个面向，我觉得也值得花一点篇幅探讨，那就是这些预言对全球格局的意涵。提特尔、帕克、阿南德、巴巴、万家，他们其实都不是只在预言中国，他们对2026年的整体判断都是全球大变局。提特尔在这次地图占卜中还点明了中东几个地区、欧洲一些国家、北美的特定州，意味着2026年5月并不是只有中国要小心，而是整颗蓝星都进入了一段颠簸区。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中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它的任何震动都会辐射到其他国家。如果我们只看自己这块土地上的事情，会错过全局的脉动。理解了这一点，你会明白为什么海外的预言家会这么关注中国，因为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是绑在一起的。当然，文案做到这里，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一件事，所有的预言都带有不确定性，包括这次提特尔点名中国与北京的地图占卜，没有人能100%准确预测未来，连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在面对量子尺度的不确定性时也无能为力。但是，当一位过去成功预言过迈克·杰克森辞世，预言过日本311大地震，预言过多次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预言过新冠疫情演变的通灵师，把双手悬在地图上方，神情凝重地说出5月中国要小心，特别是北京这句话，我们不应该嘲笑他，也不应该盲信他，而应该认真地把它当作一个可能性纳入考量。预言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一字不差的命中，而在于它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当下，更谨慎地走向未来。让我们再回头审视一下这几位预言家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中国人，都不是政治圈或情报圈出身，他们的讯息来源也各不相同。提特尔靠地图凝视和指导灵，帕克靠多年累积的通灵训练，阿南德靠占星学和奶牛吉尔吉拉，巴巴万家靠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些方法看似毫无关联，得出的结论却惊人的一致。这背后可能存在某种我们暂时无法用科学语言完全解释的东西，叫它集体无意识也好，叫它阿卡西记录也好，叫它能量场也好。总之，当这么多独立来源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理性的态度不是嗤之以鼻，而是保持开放的关注。我还想花一点时间聊聊提特尔自己对这份预言的后续态度。在影片发布后的几天内，他陆续在社交媒体上补充了一些细节。他说自己其实非常犹豫要不要把中国这部分公开，因为他知道这会引发大量争议，也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最后他选择公开，理由是他不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当事情真的发生，那些可能因为提前准备而避开伤害的人，因为自己的沉默而错过了机会。他还说，做这份工作越久，他越觉得自己其实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当下这个时刻帮助某些特定的人听到他们本来就该听到的讯息。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把预言从一种神秘主义的活动重新定义为一种讯息传递的服务。如果你今天看到了这支影片，刚好对应到了你内心的某种感觉，那么这份讯息可能就是发给你的。提特尔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他说，能量场上那些黑色漩涡并不是命运，它们只是倾向。倾向意味着如果什么都不做，事情会朝那个方向走。但人类的自由意志是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当足够多的人选择做出不同的决定，倾向就会被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原本看似必然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并没有真的发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例如冷战时期数次差点爆发的核战，最后都因为某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而被化解。提特尔相信，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决定今年也会出现，问题只在于谁会做出那个决定，以及这个决定能否阻挡住能量场的惯性。最后，我想引用提特尔自己在影片结尾讲的一段话，他说，我每次做这种地图占卜，都会感受到大地的呼吸，地球并不沉默，它一直在说话，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听。他告诉我，2026年是个分水岭，不只是中国，全球都站在一条看不见的线上，这条线过去之后，许多事情会彻底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也会获得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清醒，比如连结，比如那种被风雨洗过之后重新发现自己仍然站着的力量。所以5月来临的时候，请带着敬畏，但不要恐惧，请保持警觉，但不要焦虑，请相信你的直觉，因为你的直觉也是这颗蓝星的一部分，它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悄悄告诉你该往哪里走。我把这段话分享给今天看影片的所有朋友，无论你身在台湾、香港、大陆，还是世界的任何角落，5月的钟声已经敲响，地图上的红圈在轻轻闪烁。提特尔、帕克、阿南德、巴巴万加，这几位用各自的方式仰望同一片星空的人，把目光交汇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历史会记得这个5月，但我们的人生不会被任何预言定义，预言只是地图上的标记，真正走路的还是我们自己。愿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吃得好，睡得安，家人平安，朋友相伴，工作顺遂，心情明亮。如果你觉得这集有用，记得分享给你关心的人，特别是住在华北、住在北京周边的朋友们，提前知道，提前准备，永远不是坏事。最后再补一句，当所有的预言声响起，当所有的讯号灯闪烁，当所有的能量场开始震动，请记得，你不是被动的观众，你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念头，每一次和家人朋友的拥抱，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写下的某一句台词。预言再多，最后决定结局的从来都不是预言家本人，而是站在地图上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